男嘉宾小超，21岁，来自郑州公司职员。来，有请小超，有请。女嘉宾小文，24岁，来自郑州公司职员。有请小文，有请。好，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好，谈了几年啊？1年半。1年半。分分合合了几回啊？大概有5、6回吧。上一次分手在什么时候啊？前2个月。前2月啊？为什么分呢？就是我俩每次吵架的时候嘛，他要么就是不说话，也不反抗，也不跟你交流沟通，要么就是不管什么问题就承认是他的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错在哪，然后他也不说清楚。我让他说，我说你说你错在哪，他就不说，然后就吵着，然后他就沉默嘛，沉默就不吭声了。哦，沉默也不行啊，认错也不行啊。但是那个时候都出现问题了，要解决嘛，只有沟通才能解决。你不说话怎么沟通？那怎么才能解决啊？那我不想着你当时正在气头上，我跟你说话，你肯定不理解，对不对？我想等你气消了，然后我再去跟你沟通。行吧，那说说曾经发生的事儿吧。有一次嘛，我俩约好的就是周5那天下午4点，然后他回来，我们一起去逛街。结果他就过了那个点儿了，跟我说，他说他客户来了，然后有客户。我说那我等你吧。快8点的时候回来了，大这个脸。客户没成功，然后好像就怨我一样，就怨我催他了。我不是怪你，当时我跟你说了，可能晚会儿回去，这边有客户，然后我等我回去的时候，他很生气，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那我生气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哄我吗？那女生本来就是要哄的嘛。我生气为啥呀？你不守时。当时我跟你说了，可能晚会儿回去。那你没道歉呀？你态度就很不好。你耷拉这个脸，你啥意思啊？你就怪我呗。最后怎么着了吧？别在这儿再争长短了。最后怎么着了？这事儿。最后我俩就一直吵嘛，吵，然后他也不承认是他的错，然后我肯定也生气啊，然后我就把他微信删了嘛。删了，然后我就拿着东西走了。走了。走了，让他那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追上去吗？如果他内心有认识到是自己的错的话。我觉得你全是自己的内心戏啊。你难道不知道你错了跟我道歉吗？你难道不知道你要追上来吗？我的意思就是他如果追上来的话，我就不走了嘛。那不是还在气头上吗？2个人，走没走？走了。走了呀，然后等着他跟我打电话，结果他又没给我打电话，心里面就已经放弃了，然后他就微信加过来了，我以为就是他会给我道歉嘛。你看他内心戏全是我以为啊。行，结果呢？他大段文字的发过来，竟然是抱怨我没有理解他，我就没理他。那段时间，然后就冷战了嘛。大概有半个月吧。半个月。他就又来找我，我也感觉就是还有感情嘛。挺割舍不下的，然后我就同意了。你就是让人哄嘛，还有什么事儿啊？肯定就是周1到周5的时候是工作日嘛，周6日然后就是放松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提前约好时间，然后我们一起去逛街嘛。但是他周6日的时候，他还不忘记他的客户，我们俩一起去逛街。走着，然后就找不到他人了。我发现他正在跟他客户打电话，他手机响了，他就走了，就也不跟我说一声。就在他的心里，他的客户还是比较重要的嘛。不是我，他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我感觉他就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想法。这是他错了啊。就每一次我们逛街的时候，就是人家情侣都是手牵着手走路然后他个子比较高嘛，然后我个子比较矮，他就非要搂着我不想那样，我觉得那样很难受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过好几次了，然后每次出去逛街的时候，他还是习惯性的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胳膊就行。我看一下，我看到底什么让这姑娘这么不舒服，可以吗，姑娘？来，我看一眼，就这样。不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搂，不是挺好吗？这样搂着我怎么走路呀？我走路可难受了。回去！哎呀，我的天哪，这姑娘。就这样也不行是吧？那我可以牵手吗？我说了可以牵手，然后他就是觉得牵手不舒服。你看我搂着他说不行啊，是不是？那就跟人牵着手啊。牵着手不是？我太低了，他意思。
不是，是你说的他太低了，还是他自己理解的？你告诉我。他自己理解的，我没有说不是他，他太低。我就说他内心戏特丰富，全是给自己加戏，你知道吗？他就是说他说过牵手不舒服，那不就是因为我太低了吗？不然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舒服？哦，这是你自己这么解读的是吧？啊，你为什么觉得牵手不舒服啊？就是搂着也挺好的嘛，不是？我感觉搂着挺舒服的。哎呀，就这么点片啊，这也是代表他不爱你了是吧？就逛街的时候嘛，然后我感觉就是我自己在演独角戏。是。我俩一起逛街，然后人家情侣买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嘛，就在那边挑东西，然后就我自己，然后在那边买东西，他自己在旁边玩手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开始说搂他的时候，他不是说不让我搂吗？说在公共场合，然后什么的就注意形象啊。我就是想着你要是故意形象的话呢，咱要保持距离嘛，不是？哦。我不是说让你保持距离，我只是让你表现的绅士一点，是不是？哦，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应该怎么是绅士呢？在你的内心的理解里，买东西的时候，人家情侣起码是2个人，不说手牵手，起码是肩膀挨着肩膀吧？不是挨不到啊，有身高差呀，对吧？挨不到啊。但是起码得跟我站到一起吧？啊。他又站到1米开外的地方，自己在那边自己低着头玩手机，这样是吧？对。啊，你呢？我在那边挑东西啊，但是我心里面很难受呀。那你把他叫过来，你说帮我参考一下不就完了吗？我当时我看到他玩手机，我火气都上来了，因为我跟他说了不止1遍了啊，然后他还那样做。行吧，就逛街也逛得不舒服是吧？啊，行，还有别的让你不舒服的吗，姑娘？我感觉他，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啊？你说我俩是男女朋友关系是不是？对。假如我跟别人发生争吵了，他是不是应该站在我旁边？就是站在我的立场上。这分情况吧。就有一次我俩就逛街逛到很晚嘛，那超市就是9点半就关门了，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往外走，有那个安保在锁门嘛，那时候还不到9点半呢，然后那个安保就锁门了，然后我当时走到那个大门口，我不想再绕回去，他非要让我们走后门啊，那后门离我们家太远了，我不想走，然后我说我就要走正大门，我说这时间还没到呢，但那个安保的意思就是不行。他说我现在已经锁上了，你就得走后门啊。那人家都把那个大门帘都拉下来了，就差锁那个里面那个门了，你再让人家开开。他可以再撩上去啊，那撩上去又不费劲儿，那我们走后门我们不费劲儿吗？啊，对。那人家那都锁上了，是不是？再走后门，让他走后门吧。那你跟我坚持一下，他不就开了吗？那时候那个安保他刚开始的时候态度还没那么强硬，就是因为你在那边不说话，他看到你男朋友也不帮你，然后他就态度很强硬。你们走后门啊。我想着走后门也可以，是不是？又不能走，那边路也挺好的。那都逛了1天了，你不累吗？能少走点路不好吗？行，最后结果呢？我当时生气了嘛，我说你为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去说一句话？你看人家锁门了吧？因为那时候那个安检人走了嘛，我们还没走后门，我们俩就在那边，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他当时又是不说话嘛，也不反抗，也不沟通，也不交流。不是，那你希望他怎么着反抗你呢？他可以跟我说出来，他为什么不站在我的立场上去坚持我的观点？好吧，他刚才其实已经说了，你听明白了吗？他觉得你这样做会给那个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他觉得我们自己绕一点远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就这么个想法呀。但是那个情况下，他明明是可以不把那个锁上，然后可以直接撩开的，就那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一点都不麻烦。那是你觉得呀？那人家都锁上了，是不是？我觉得我们走后门其实也不麻烦。当时你就别裹乱了啊，他又跟你急。行，接着再往下说啊。说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是吧？去考虑这个问题也就算了。是。你还不细心啊！我生病的时候发高烧，39度8了，我烧的就2个腿就不能下床，就只能2个眼睛看着天花板在床上。哎呀，这烧得浑身瘫痪啊！这是。他那个时候就看到我很难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时我就想，你就不知道去拿点药吗？那你跟他说，你说拿药啊。我就跟他说了呀，我就看他就是不知道干啥嘛，我说你去给我拿点药啊。然后当时是因为新搬的房子嘛，他对地形都不熟悉，然后我就等了他可久。新搬的，你们搬多大一 house 啊？
就地形都不熟悉。就是我让他去附近的卫生院拿嘛。啊，就是出去买药嘛，说清楚。你看你这表述啊。然后他就出去拿了，然后我等了他将近1个小时，然后他回来了。回来我发现那个药根本就不符合我的症状。哦，怎么发现的呢？我打开那个药我要吃的时候嘛，我发现那个退烧片就是只放了1个。啊，一般高烧的情况下，他第1天吃的时候，他要想药效快的话，应该吃1个半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药不行。不是，你凭什么就说这药不行啊？发烧发这么严重，他就包了1个退烧片，这肯定不行呀。你先吃着，我再给你拿半片去。不是，他没这样说，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啊。然后我就想，你这点常识都不懂吗？你活这么大岁数了，你爸妈……得，别骂人啊！我也不懂这常识。我没骂。大夫说1片就应该是1片。我没骂。对吧？因为这到底这个退烧药是什么类型的，是作用于什么的，咱都不知道，咱可不能就自己那个想象力就想上了啊。后来我俩就一起去了卫生院问啊。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生气嘛，一生气然后。还是有力气，哎，我是生气，我就非要跟他争个长短嘛，我就去卫生院，我就跟那个医生说，我说我发烧发这么严重，你就给我包了1个药片，能行吗？我说我平时我在家吃的都是1个半，他说他没说呀，他就说感冒他发烧拿点药，我要知道你发烧发这么严重，我肯定给你放多点。大夫又给你开了药，证明你是正确的。对呀。结果药没吃，你的病好了。我吃了。你没吃之前不就能下地走路了吗？那时候是他牵着他背着我过去的。然后呢？然后他就没话说嘛，一般他都抬不过我。啊，对。然后我是正确的。抬是什么意思啊？就抱不动你是吧？就抬杠嘛。哦，你知道是在抬杠啊？那还有什么好抬的？都抬杠了，还抬什么呢？咱们在这儿，哎，这么不顺心，给他踹了不就完了吗？分手不就得了吗？何必苦着自己呢？我俩第1次见面的时候嘛。啊。咋了？就是我感觉，第1次见面怎么又要哭啊？怎么了？我感觉缘分这个问题很奇妙，然后就第1次见他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是和我一起走下去的那个人，然后他就追我，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我就同意。你根本就没办法，就是跟他解决问题，就那样。所以你要动手是吧？啊，经常打你吗？不是啊，为啥打过你？有一次他带着他生意上的一个朋友一块去吃饭，我们3个人，然后当时我刚下班回来，就那种风尘仆仆的那种感觉，知道吧？没怎么打扮，然后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我可能说错话了，然后他那个生意没有做成啊，没有谈好，他就很生气嘛。不是，您这什么买卖呀？还要看男朋友呢？不是，那时候那个男性朋友要过来，就是请我吃饭嘛，就说聊一下未来行业前景，我就害怕他担心嘛，就是多想，我就带着他一起去。
是本是吧？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将来肯定要考研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一个女生上那么高的学历干啥？你什么学历啊？我是高中。啊。那我爸妈是，就是我们那边结婚早，然后就想让我早点结婚嘛。你才21呀？我现在24岁，他21岁嘛。我考完研究生也就25、26岁。然后我说那个时候你刚好可以，咱俩可以结婚嘛，正好的年龄，为啥非要吹那么急？哦。你是着急结婚是吧？也不是我着急，就是我爸妈着急嘛。你急不急？有点急。你着急娶她，是这意思吧？对。那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每次你跟人吵架的时候老不出声呢？就是他每次的生气都坐在气头上，我想等到他气消了，然后再去找他谈这个理嘛。啊。我想让他说，然后就不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说。所以你是恨他的态度呢，还是恨他的这种处理方式呢？处理方式和态度都需要改进。哦，都需要改进。如果他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呢？他的天赋挺好的，很聪明。啊。他的发展空间很大，不可能说认知就这一个水平。而且他，所以你是希望通过你对他的帮助，在生活里的细节帮助他提高，对不对？对。啊，所以恨铁不成钢这个词在你这儿应该是一个。就特别能体会这个词儿，哦，特别合适用在他身上，是吧？啊，这个还想再处吗？肯定是想继续走下去，不然。行，听明白了啊，用情很深，对不对？可是对方不理解，是不是？对，我感觉我在他心里的位置就是没那么重要。哦。如果他重要，他应该听你的，对吧？如果他重要，他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变了，是吧？一头雾水了吧？就是他每次生气，我都不知道为啥生气。你是真不知道，对吧？对，这因为一件小事儿，是不是？行吧，这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儿，你为这生气呢，我犯不上，真是的。咱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分析，好不好？长进长进。行了，别哭了，听听老师的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伙子，你说句心里话，在你女朋友面前，你是不是有一点压抑，有点茫然，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有。你生气了，你和她吵，她说都是她的错，在我眼里，这是一个男人的美德，这是谦让。你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请你告诉他他错在哪里，否则的话你就是无理取闹。我跟他说了他错在哪，但是他不承认啊。他说他错了，那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听到现在在很多地方恕我直言，你是把自己的无理当真理，你说的都是对的，但是这当中我也看到你确实和男生比，你有家庭优势，你有学历优势，这两个优势其实你无形当中时时在显现，时时在发挥着这样的一种作用，所以我没有在他面前啊，对你不要给我抬杠，我抬不过你，但是你的很多的行为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恋爱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这需要双方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放松。所以你今天也教了我们一个道理，爱情要放松，真的，姑娘放松一点。好，谢谢波红兄，来苏老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特别能作的女人啊，是一所学校。
好好考虑考虑是好事儿。好，谢谢苏老师。来，曲总。女孩，你看好你们之间那段感情吗？我要是不看好的话，中间分分合合的时候，我就不会跟他在一起了。我感觉我这个人还是挺明智的吧。你真的是看好吗？其实你现在很不笃定的，因为如果真是你看好这段感情，就不可能分分合合5、6回，这不可能你让对方看不懂你，同时你也不懂对方，你很着急的去说，我那时候跟他分手就是想跟他一点教训，不是说要真的分手不在一起。你不是想给他教训，你是想让他变得能够更加的懂你。你一边在让对方懂你，一边你要做的让对方不懂你的事儿。比如说，周末，男朋友因为创业现在创业阶段，接到客户的一些电话，这是上进的表现。为什么你会理解为你不来陪我？那可能约会迟到了也是因为客户的原因，这个都不能理解吗？而且你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心真正的用在他身上，去懂这个小伙子呀。你不要我说一句你就说一句行吗？你听我的行吗？我没说。他是专业抬杠的。是啊，你就把生活当中你对你男朋友这种模式已经用在了我所有的这种对话上面，你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了。你们这是在沟通吗？不是的，你也知道。我们俩就互相抬杠，如果你们抬来抬去，它只有2种表现，一种说是懒得抬了，不说话了；一种就是说好，尽快结束，我错了。可真正错在哪儿，不知道。吵来吵去，结果只是分了一次又一次，分不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感情，但是我们这段感情将向何而去？如果说都不了解对方，都不懂对方的感情，存在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你们俩呀，浑浑沌沌的在过这段日子。为什么不分开都没有一个道理。你们有感情吗？有，可能是在一起的习惯，但是真正这段感情给到彼此什么呢？只是徒添烦恼的一些事情吧。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我们这一辈子可能用了3、4年、4、5年来学会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会如何闭嘴。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说。你看，有一类女生就像你一样，当男朋友犯错的时候，她会有5连问：你错了吗？你哪儿错了？你为什么要犯错？你下次还犯不犯？再犯你怎么办？这就5连问。这5连问把男生逼到墙角，但事实上是把自己逼到墙角。你让别人不舒服，你不就是让自己不舒服吗？你自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就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说白了，对于某一些会让别人难堪和不舒服的问题，你还要置意而为之的时候，你就是自己在羞辱自己，你自己没事找麻烦，你明白吗？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你不原谅别人，你自己也不会好过的。当然，我知道你刚才那句话想反驳什么，那我不可能不说，我忍受不了啊。不是，我想知道他内心的想法。我告诉你，想要知道对方内心的想法，唯一的渠道是什么？每个人内心都有秘密，但这个秘密只向尊重秘密的人公开，明白吗？如果我不想告诉你，或者你总是拷问我，你问了也白答，我就是不想告诉你。即便跟你说了，那也是敷衍的回答。但只有我发现你是尊重我的时候，我才会打开我的心扉，我才会主动跟你说我为什么不舒服，我为什么敷衍你，我为什么不想搭理你。但你老是这样去追问以及硬扣别人的门，别人愿意搭理你啊？别人看着你就讨厌吗？你为什么今天在舞台上说了这么多你认为是正确的道理，而且一直在装作一个像弱势的样子，却所有老师说的都是你？我们昨天还没见过你，以前也不认识你，为什么都说你？说明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理，而不是有固有成见的人呢。的确，有一些男人其实在承认错误的时候，就是女生还没说话，我错了，这是很敷衍的。一般来说，正常的道歉都是先狡辩一下，然后再认错。而最让人讨厌的是认错了之后再翻过来狡辩。但是他是被你逼成这样的。
他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你连闭嘴都做不到，你看见没有？没有哪个老师在说话的时候你不打断的。所以，你先学会闭嘴，然后再学会不要去麻烦别人，再进一步学会不要去让别人不舒服，慢慢的，你就自己就舒服了。否则的话，当你呈现在别人面前就是个麻烦事儿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人会喜欢你。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他们都让你不说话，我是鼓励你说话。行，来，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吧？能问几个问题吗？你是我女朋友，我身边都是苏秦老师这样又有才华又美丽又能挣钱的女人。我今天要跟苏秦吃饭去，你呀陪我跟苏秦吃个饭去。来了之后，这苏老师啊，我跟苏老师谈事儿，你坐旁边去。你觉得合适吗？你回答我，你觉得合适吗？然后我出来跟你说的理由是，你看这个头发都不梳，你跑出来太丢人了。你觉得是尊重和平等吗？对于一个商场来说，9点钟关门，9点20的通告，其实早就该逐客令了。自觉的、发自内心的、涵养高一点的人，9点20之前早就离开了，他不会等到那个最后的期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别人是需要下班的，别人站了一天也很辛苦的。因为当时还不到9点半，然后没错呀，广播的时候我们就往外走。所以你听我说，我们走到那边的时候，你还在论的是理，我现在跟你讲情，你跟我讲理，我们俩说得清楚吗？这就是他跟你相处的时候。我是因为时间观念比较强，我是觉得他好了，我们都错了。9点半以后来，姑娘，对不住啊，不应该在对不住9点半之前关。对不住，在这个问题上我错了，我白活了，你是对的啊，现在的情况下你是对的，我只是呼吁大家，你在碰到这种事儿的时候，请你有颗宽容的心，替别人也想一想啊，仅此而已。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小伙子为什么在争吵当中只会认错，不敢说理由的原因了。是吧？你就无外乎几种嘛，一种是我懒得搭理你，不是我错了，因为是我这个错其实很简单嘛，我不需要跟你再沟通了嘛，因为我觉得我没法跟你沟通，我可以很轻松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因为你还是喜欢他的，对吧？对。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结婚？仅仅有喜欢就够吗？你们俩都衡量和判断一下。行了，时间是你们的，啊，带着你那些观念你往前走，你看你活得累不累？我借博宏老师的话送给你吧，姑娘，恋爱要谈得放松，生活也要学会放松，绷紧了你会很累的。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可能感情这方面经历的比较少，然后对你吧，也是可能你感觉不够好，然后在一块儿1年多了吧，然后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然后就我以后肯定会对你更好，就再给我一个机会吧。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累吗？不累。我有给你压力吗？没有。那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说你错了，你觉得你错了吗？回答 ，yes or no。我错了。行了吗？可以了啊，请回吧。谢谢两位。来，请关门啊！来，让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怎么选择的，请开门。我疯了。
哦，来来来，姑娘来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谢谢。对不住啊，今天我们也有点较真儿，也跟你抬杠。谢谢两位，请回。谢谢。